你好，今天咱们来深入聊聊一个很多学中文的朋友都可能有点头疼的问题，就是那个开口说中文的时候，心里有点发怵，有点害怕。你之前分享了一份材料，就是关于怎么克服这种恐惧的，对吧？我觉得里面结合了语言学、心理学，还挺有意思的。毕竟中文现在使用者超过14亿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，学好它价值很高。是的，是这样。但就像你说的，很多人在学中文的路上确实会遇到一个坎儿，就是不敢说，或者说害怕开口。没错。所以咱们今天就一起好好扒一扒你这份材料里的干货，看看这种害怕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，然后也是最重要的，你能用上哪些方法，一步步把这个恐惧给克服掉，能更自信的去说中文。好啊，那行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先从根源上看看，就是为什么说中文会让一些人感觉这么难，甚至有点吓人。材料里好像提到了这个语言本身就有一些挑战。对，没错，材料分析的挺到位的。这个语言本身的特点确实是源头之一。比如最明显的就是声调，普通话有4个主要声调，还有一个轻声。同一个音节，像材料里举例的妈，它可以是妈妈，也可以是麻麻，或者是马马，甚至是骂骂。你看，音高一变，意思就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对母语不是声调语言的人来说，确实挺难适应的。感觉像要重新训练耳朵和嘴巴。是的，非常不习惯，需要重新建立听觉和发声的连接。一开始会感觉很别扭，也很容易担心说错，怕别人听不懂或者误会。这个我理解。除了声调，还有什么语言本身的难点吗？汉字？对，汉字也是一个方面。它跟字母文字不一样，汉字是语速文字嘛，就是说，你看一个字儿不一定能直接知道它怎么读，这就导致口语表达和阅读书写感觉像是2条分开的线，这无形中也会增加一些焦虑，就是担心自己发音到底准不准。还有语法呢？虽然都说中文语法相对简单，相对来说是简单，比如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动词变形什么的，但是它的语序还有一些虚词的用法，比如表示过去的了，跟英语或者其他一些语言差别还是挺大的。在需要快速反应的对话里，就很容易搞混，或者一时反应不过来，这也会让人有点受挫感。明白了。所以这些语言本身的特点，像是声调、汉字、语法习惯，确实构成了一些客观的挑战。但听起来材料更强调的是心理层面的因素，可能把这种挑战放大了，甚至还提到了文化，比如面子。确实是这样。心理上的障碍往往是更关键的那个部分，它能把语言的难点放大很多倍。材料里重点分析了几个心理因素，第一个就是非常普遍的怕犯错，就是担心自己发音错了，声调不对，或者用词不当，然后闹笑话，或者让对话进行不下去，感觉很尴尬。尤其是在意别人看法的时候。对，而且中文里声调错了，意思可能差很多，这就更加重了这种担忧。再加上材料也提到了文化敏感性，在中国文化里，面子是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在社交场合保持得体，受人尊重。所以学习者可能会担心，如果自己中文说得不好，犯着错，会不会被看作是不够尊重对方，或者显得自己能力不行，尤其是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。怕丢面子，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对方的。就是这个意思。这种担心无疑会增加开口的心理压力。那除了怕犯错和面子问题，还有其他心理因素吗？比如对自己要求太高？有，这个也很常见，就是完美主义和过强的自我意识。很多学习者，特别是成年人，对自己要求很高，总希望一开口就能说得比较流利，接近母语者的水平。但这往往不现实，语言学习需要过程。结果呢，因为达不到自己的高标准，反而就不敢开口练习了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越想完美越不敢说，
越不说就越难进步。是的，材料还引用了一个挺经典的研究，就是 Horowitz 他们做的，指出了外语焦虑 （foreign language anxiety） 是一种独特的存在。它不同于一般的焦虑，是专门针对学习和使用外语情景的。而且对于那些普遍被认为比较难的语言，比如中文，这种焦虑感可能会更突出。明白了，所以是语言本身的挑战，加上怕犯错、顾忌面子、完美主义这些心理因素，共同造成了说中文的恐惧感。那这种恐惧，它具体会对我们的学习过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？不只是感觉不好受吧？对，它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，而且是负面的。材料从认知和行为两个层面都谈到了。从认知角度看，当你感到焦虑、紧张的时候，大脑里负责处理恐惧的那个部分，就是杏仁核，会被激活。这会干扰你的工作记忆和语言处理中枢的功能。简单说，就是让你在想说话的时候更难回忆起学过的词汇，或者把句子组织好。脑子好像有点怕壳。越经常越想不起来词儿，就是这个感觉。然后从行为角度看，影响就更直接了。恐惧最常见的行为反应就是回避，你会下意识地避开那些需要说中文的场合，减少练习的机会。而语言学习，尤其是口语，恰恰是最需要通过实际运用才能提高的。不练肯定不行。对，材料里提到了两个挺重要的理论，一个是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。他认为焦虑、压力这些负面情绪就像一个情感过滤器，会阻碍语言信息的输入和吸收。你的大脑虽然接触到了语言，但因为这个过滤器太厚，有效的吸收就大大解折扣了。听起来很有道理。那另一个理论呢？另外一个是狼的互动假说。这个理论强调的是互动的重要性。就是说，你必须通过实际的交流互动，跟别人去说，去尝试表达意思，哪怕说错了，对方给你反馈，你再调整。这个过程对于语言习得至关重要。在互动中，你可以检验自己的理解，获得修正，练习输出。如果你因为害怕而不口开，就错失了所有这些宝贵的学习机会。所以总结一下，就是害怕开口不仅让你感觉不舒服，还会干扰你的大脑思考，并且让你失去最关键的练习和互动机会，从而阻碍你的进步。是的，这个负面循环一旦形成就比较麻烦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知道了恐惧的来源和它的负面影响，最重要的部分来了，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来打破这个循环？你分享的这份材料里给出了不少具体的策略，能不能挑一些你觉得特别实用，大家可以马上试试看的方法？可以。克服恐惧其实需要一个组合拳，就是心理调整、语言练习和文化融入结合起来。材料里提到了很多，我觉得有几点特别关键，可以先入手。第一个，可能也是最根本的，就是心态转变。要重新定义你对错误的看法，不要把犯错看成是失败或者丢人的事儿，而是把它看作学习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有价值的反馈信息。我好，需要加强。材料里也提到了斯温的输出假说，他认为尝试去说，也就是输出，这个行为本身就能促进你思考和学习，哪怕你说的不完美，甚至有错误。所以关键是敢于输出，敢于试错。对，所以得自己设定一个更现实的目标，初期不要追求完美，目标是能够大致的表达清楚意思，实现有效沟通就行。同时要学会看到自己的进步，哪怕是很小的进步，比如今天成功用中文点了一杯咖啡，或者问路问明白了，都要给自己点个赞。这样一点点积累小成功，自信心自然就慢慢建立起来了。这个心态调整听起来非常重要，把关注点从怕犯错转移到能沟通和有进步上。那具体练习方面呢？练习方面强调的是针对性和创造低风险环境。首先要针对你的薄弱环境进行练习，比如说，如果你最怕声调，那就专门找一些资源来练。现在有很多 App， 像材料里提到的 Playco， 它有声调对比练习功能，就很好用。或者可以试试影子跟读，就是找一些你喜欢的播客、电视剧，或者哪怕是简单的对话录音，跟着母语者模仿他们的发音、语调和节奏。影子跟读，这个我听说过，
就是像影子一样跟着说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不用追求完全一样，主要是模仿那个感觉，还可以把自己说的录下来，跟原声对比听听，找差距。听起来是个不错的练习方法。那低风险环境怎么理解？低风险环境就是指那些让你感觉比较放松，不那么害怕犯错的说话场合。因为一开始就去高压力的环境，比如正式会议或者跟陌生人长谈，可能会加剧焦虑，所以要先在安全区里练习。比如可以找一个有耐心的语言伴侣，现在有很多平台，像 Tandem 之类的，可以找到愿意跟你互相学习、互相帮助的人。跟语伴练习，压力会小很多。和朋友或者老师角色扮演呢？模拟一些场景，这个也非常好，可以模拟一些场景，比如去餐厅点餐、去商店买东西、问路等等，提前准备一下，演练几遍，心里就有底了。甚至如果你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伙伴，或者觉得跟人说还是紧张，那可以先从自言自语开始。自言自语，对着自己说中文，或者你周围的环境，或者你一天的计划。关键是没有听众，没有评判，压力是最小的。你可以随心所欲的试，错了也没关系。这个方法好，完全零压力。听起来结合心态调整和这种循序渐进的练习，确实能一步步降低恐惧感。是的，除此之外，材料还提到了利用科技资源，比如现在很多语音识别应用，像谷歌翻译之类的，你对着它说中文，它能识别出来，还能给你一些发音上的反馈，虽然不完美，但也是个参考。还有很多 online 课程，比如材料里举例的 Will Chinese， 他们提供结构化的练习，也挺有帮助。甚至还有一些 VR 语言应用，可以在虚拟现实环境里模拟对话场景，也挺有意思的。科技确实提供了很多便利。那文化方面呢？了解文化对克服说话恐惧也有帮助吗？有帮助的。了解一些基本的文化背景和沟通习惯，能让你在实际交流中感觉更自如，减少因为不了解文化而产生的误解或不安。比如，知道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用你好，什么时候用更尊敬的你好。再比如，稍微理解一点面子在中国文化里的含义，也能帮助你更好地把握说话的分寸。多接触一些真实的语言环境也很好。看看中国人日常看的电影、电视剧，听听流行歌曲，刷刷抖音之类的社交媒体，这不仅能学到地道的表达，也能让你对文化和语言的实际运用更有感觉。融入文化本身也是一个减少隔阂、增加自信的过程。还有寻求支持也很重要吧？当然，如果你觉得某个方面特别困难，比如发音总是纠正不过来，可以考虑找一个专门擅长发音指导的老师。现在像 Craply 这样的平台，也能找到很多专业的老师。如果你的焦虑感非常严重，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生活，那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帮助，比如认知行为疗法 CBT， 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。好的，非常全面。那么总结一下，我们今天从这份材料里挖掘到的信息。首先，害怕说中文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，它源于语言本身的难点，比如声调啊、汉字，但更多是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，像是怕犯错、顾忌面子、追求完美等等。对。其次，这种恐惧感会实实在在地阻碍学习，因为它干扰思考，减少练习机会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种恐惧是完全可以克服的，关键在于要调整心态，把错误看作学习的机会，同时进行有针对性的练习，比如练声调、做引子跟读，还要主动创造或寻找低风险的口语环境，比如找语伴、自言自语，并且利用好科技资源，了解文化背景，必要时寻求专业支持。总结得很好，克服恐惧之后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，你的中文会更流利，自信心会提升，能更好地理解和融入中国文化，甚至像材料里提到的，还可能带来一些职业上的新机遇。确实，就像材料最后引用的那句中国谚语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对，最关键的就是要迈出第一步，哪怕心里还是有点害怕，也要开始去说，去尝试。每一次开口都是一次进步。说得太好了。那在我们结束之前，我想留给你
还有所有正在收听的朋友一个问题，可以自己琢磨一下。在你学习中文的过程中，有没有可能，在你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时候，或者在一个你觉得有点尴尬的时刻，正是因为你鼓起了勇气，说了那么一句或许还不完美的中文，反而打开了一扇意想不到的门，带来了一次特别的连接，或者一个有趣的发现呢？这或许是克服恐惧之后最惊喜的收获之一吧。Thanks for joining us. If you enjoyed this episode, please subscribe, like, and share with your friends.